这一讲我们继续留在武帝元光5年，西南夷的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吧。庞蒙继续开通南夷之路，司马相如继续开通西夷之路。眼下区区人力物力乃至人命的损耗，在汉帝国的大局观里通通不值一提。只不过大有大的难处，需要耗费人力物力的地方远不止西南一隅。这一年，武帝下诏征调士族曼人修筑雁门要塞，原因不难理解。雁门郡是北方边郡，直接承受着来自匈奴的军事压力。而在马邑之役以后，匈奴彻底失去了对汉帝国的信任，战争而非和亲，变成了汉匈关系的主旋律。秋7月，狂风大作，树木被连根拔起。下半年，真正的大事件发生宫闱之内。陈皇后为了挽回武帝的心，不惜用尽千般手段，而这千般手段当中就包括了巫蛊，简单讲就是南方的巫术。一伙女巫教陈皇后怎样施行巫术，一方面搞死竞争对手，一方面迷住自己的男人。没想到事情败露了。今天我们看这种事情，只会觉得陈皇后既可悲又可怜，但在古代男权社会里，女人最重要的品德就是不妒忌。所谓不妒忌，就是容忍丈夫的花心，甚至主动替丈夫纳妾。这背后的底层逻辑依然是所谓物不能两大。男人和女人非但不平等，而且就应当不平等。男人必须处在主导地位，女人必须处在从属地位。而女人既然必须处在从属地位，那就应当做好从属的本分。怎么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希求男人的专宠呢？再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妻子一旦生不出儿子，就有义务让丈夫多接触其他女人，让其他女人为丈夫生下合法继承人，不然就是存心陷丈夫于不孝。当我们理解了这个逻辑，就能理解在当时的主流观念里，陈皇后的所作所为到底有多么恶劣，就能理解汉武帝对陈皇后的愤怒到底有多么光明正大、合情合理。那么汉武帝到底是怎么对待结发妻子的呢？重点有2个。第一个，让张汤来办这个巫术案；第二个，一查到底，能牵连多广就牵连多广，能挖到多深就挖到多深。汉武帝为什么下手这么狠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真的很相信巫术的力量。一旦对巫术怀有真诚的信念，那么看待陈皇后的所作所为，就不会觉得那只是一个小女子的徒劳努力，而是觉得这是在排兵布阵、买凶杀人。如果依法治罪的话，汉朝有一部贼律，规定了给人下蛊是死罪，直接行凶的人和教唆者都要被当众处决。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部法律在陈皇后搞巫蛊的时间有没有正式颁布。如果向前追溯，那么前面讲过，汉文帝对巫术很不以为然，专门下过诏书废除密祝之官。还有像老百姓诅咒君主的事情，以前都按照大逆罪处置。汉文帝下诏说，那只是老百姓无知而已，犯不着跟他们较真。以后再有这种事的话，有关部门呢就别管了。这样看来，汉文帝把巫术信仰划入了无知的范畴。如果文帝时代的相关法律沿袭不变的话，那么到了陈皇后巫术案发的时候，那就只是一场无法可依的夫妻矛盾而已。不过事情的另一面是，到底哪些手段算巫术，哪些不算，其实很难界定。即便以汉文帝的见识，一度都被辛元平骗得很惨。窦太后看着王臧赵绾大搞儒家礼仪，说他们想做辛元平第二。总之，汉武帝早已经被陈皇后搞的是不胜其烦，又有了新宠卫子夫。就算这时候的他对巫术还没有那么深的执念，也会有很强烈的动机，借这件事大做文章，彻底断绝夫妻关系，所以案子才会指派给张唐去办。对于君主而言，不同的手下有不同的办事风格。同样公事公办，宽厚的人能办成宽厚的结果，冷酷的人呢，能办成冷酷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以公事公办的方式办事，可以做到很公开，做给所有人看，谁都挑不出毛病。但选择
由谁来操办这个公事公办的程序，这才是君主私心的体现。汉武帝把案子发给张汤，持这一个动作，在明眼人看来就知道陈皇后注定是万劫不复了。这是张汤在《资治通鉴》当中的第一次出场，将来呢还会有他很多的戏份。在武帝时代的酷吏当中，张汤是最突出的一个。我们借助《史记》简单了解一下张汤的出身。张汤的父亲做过长安县丞，张汤呢从小耳濡目染，对法律系统的全套知识都很在行。父亲过世之后，张汤在长安低级官吏的任上做了很久。周阳侯田胜位列九卿的时候，曾经犯了事入了狱，张汤呢对他特别关照。那么问题来了，那时候的张汤大约就是一名最基层的狱卒，为什么要特别关照一个囚犯呢？我们可以用到先前的知识了。汉朝官员犯罪也好，罢官也罢，坐牢也好，都不代表政治生涯的终结。只要朝廷有需要了，想到了这个人，随时都可以重新启用。韩安国坐牢的时候被狱卒田某虐待，因此留下了一个死灰复燃的典故。田某没见识，不知道死灰复燃是汉朝官场的常态，甚至称得上司空见惯。但张汤不一样，不但有这份见识，也有一身没机会施展的本领，而且在常规渠道里多年熬不到升迁的机会，所以田胜的入狱简直就是张汤的天赐良机。要知道，田胜不但级别高，而且是田汾的亲弟弟。果然，田胜出狱之后，狠狠地回报了张汤，把张汤带进了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后来张汤做过宁城的下属，又被宁城推荐。等到田汾就任丞相之后，不但又给张汤升官，还经常向汉武帝推荐他。在查办陈皇后巫术案的时候，张汤已经官拜御史了。虽然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在酷吏面前，这个道理从来都不成立。办皇后的案子，注定要得罪一大批皇亲国戚，一般人呢都会畏首畏尾，但酷吏眼里只认皇帝一个人。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案子办狠了，皇帝后来后悔了，要拿办人泄愤，酷吏难道连这种顾虑也没有吗？或多或少应该会有这种顾虑。不过在理性的计算里，这种风险绝对值得一冒。因为只要不死，哪怕丢官也罢，坐牢也罢，但凡自己的办事能力给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就迟早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果然，张汤施展雷霆手段，把案情彻查到底，牵连出来300多人，通通处斩。为首的女巫雏服在市场上枭首示众。所谓枭首，枭就是猫头鹰，那么顾名思义，枭首的字面含义就是猫头鹰的头。古代有一种传说，说猫头鹰妈妈给幼鸟喂食非常辛苦，最后精疲力尽，一动都不能动了，幼鸟呢就争相来啄食妈妈身上的肉。猫头鹰妈妈飞不动了，只能悲哀地咬住身边的树枝。最后，猫头鹰妈妈全身上下都被幼鸟吃光了，只剩下一颗头颅高悬在树枝上，这就是枭首。人类社会的枭首就是要制造这种效果，把犯人的头颅砍下来，高高悬在木杆上面，为的是起到警示意义。以法律概念而言，女巫出服属于刑者，也就是实施犯罪的人；陈皇后属于教令者，是主谋幕后元凶。那么当刑者被枭首了，教令者按说也逃不脱。当然，陈皇后毕竟是贵为皇后，不至于遭受皮肉之苦，只是被撤销了皇后头衔，软禁在长门宫里。长门宫在长安城东，原本叫长门园，是陈皇后的母亲刘标送给汉武帝的一处离宫别馆。事情闹得太大，刘标不得不放下架子向武帝哀求。武帝安慰这位姑妈兼岳母大人，说陈皇后的所作所为违背大义，所以皇后头衔是必须要废的。但就算废了，她的吃穿用度一切照旧，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住着而已汉武帝对陈皇后的这种处置算是开历史之前河了，从此长门变成了一个文化语码。李白有一首乐府题材的《七薄命》，讲的就是陈皇后从金屋藏娇
到被废长门的故事。汉帝重阿胶，铸制黄金屋，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宠极爱还歇，杜深情阙书，长门一步地，不肯暂会撤。雨落不上天，水复难再收。军情与惬意，各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侍他人，能得几时好。景武藏娇的故事虽然不太可信，但诗人啊不管那么多，这首诗很出名，结论却是错的。因为陈皇后嫁给汉武帝，并不是凭着色相，而是因为母亲刘标要和武帝的母亲王夫人结成政治同盟。而当武帝真的在刘标的运作之下当上了太子，又当上了皇帝，刘标母子自然呢也就失去政治价值了。这种局面下，刘标母子继续以功臣自居，陈皇后继续耍公主脾气，悲剧下场注定只是迟早的事，反而是被陈皇后恨之入骨的卫子夫，将来才不幸配得上以色侍他人，能得几时好这两句诗。好，我们下一讲再见。